711这个公司的两个特点就是基本的面呢，一个呢是这个数量一直在变，每到一定阶段呢，它有一个停滞期。但 so far 它虽然到了新的停滞期了，但还是在增长。同时，这个日销呢，当然到了90年代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相比罗森跟全家，它的日销是多20%的。它现在是一天大概是68万日元，罗森大概是50多万日元。它的店比别人家多，同时的日销也比别人家多。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区别就是来自于产品的供给。711的这个日销的增加和店数的增加，其实是来自于它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开发出更多的产品。因为它是一个社区型业态，离消费者更近。第一，它有数据；第二，它其实更多做的是一个我怎么能让每天门口通过我门店的人，更多的人进到我的门店。我针对他们开发出更多的商品，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因此，它这个增加呢，更多是取决于品类的增加。比如说，日本以前这个甜品在便利店里是没有的。是到了这个08年左右之后开始出现了甜品的，在没有之前，日本的便利店的女性消费者的占比大概是20%到30%，有了这个品类之后，增加到了40%。日本之前是没有这个便利店的关东煮的，这个是到了80年代，711觉得冬天没有东西可卖了，它需要一个秋冬季节的热食，所以说发明了便利店的关东煮这样的一个品类，也没有这个热包子的，也是70、80年代，他发现。高中生有时候早上来我们店里面，但是他们要吃一些早餐的需求，我怎么能解决他早餐的需求？他是针对这个需求，他反向跟这个工厂这个包子的供应商一起去开发的这个蒸炉跟所对应的这个产品线，包括这个冷链的这个三明治，这以前也是没有的，这是一个90年代的产物，以前的面包是没有夹馅的，而且当时他第一次做三明治的时候发现不好吃，因为放在冷藏柜里面那个面包会干。他就找品牌方一起去研发的，放在冷藏柜里面口感也不会变干的面包胚。产品非常重要，产品决定了你这个店里面什么样的人能来，能不能满足更多人群在不同时间段、在不同季节的供给。这样的一种服务的这个扩充和满足，实现了711的产品的持续增长。